大家好，我是苏苏姐家的糖糖，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萌趣粽子包兔兔款。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趣之社进入查看。这款产品分为包包、配饰和包袋。包包分为主体和叶子，先学习主体，分为一区和二区。一区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来回往返绕圈钩织。二区分为前后两片，图解相同，都是来回往返片钩。用到的针法有 V 短针加针、X 短针、A 短针减针、K 空针、引拔针和锁针，请看演示。先来认识一下表格，表格中用 R 加数字表示圈数， H 加数字表示行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在正式钩织之前，先学习钩织的基本姿势、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取出对应线材，先打一个活结，左手挂线，右手拿针，穿入打结的线圈，调整线圈大小，先钩对应数量的锁针，完成后接着钩第一圈，倒2表示从倒数第2针开始，调锁针上方的一根线，依次钩一个短针加针，短针加针也就是在同一位置上钩2个短针。对应数量短针一直钩到倒数第2个锁针结束。完成后，在最后一个锁针里钩4个短针，这里的括号表示括号里的针法钩在同一位置。边钩边旋转织片，完成后调锁针剩余的2根线，依次钩短针，也就是这一侧短针的入针位置。注意不要穿入这4个短针的入针位置。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藏一下，一直钩到左侧最后一个锁针前。完成后，调最后一个锁针剩余的2根线，钩一个短针加针，最后调第一针的针目，钩引拔针连接，每一圈结尾连接的引拔针都不算一针，直接拉紧，以免后面多钩。后面就不重复说明了，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接着钩第2圈，先钩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短针起立针不算一针，翻面，
接着在上一圈最后这个短针针目上勾一个短针加针，因为翻面了，针目对应的是左上角的位置。如果找不到，就翻到正面找。接着左侧针目也勾一个短针加针，接着勾对应数量的短针，4个短针加针，完成后一一对应勾短针，一直勾完倒数第3针。在最后2针上各勾一个短针加针，最后在第1针上引拔连接，这样第2圈完成。继续勾第3圈，先立一个锁针起立，翻面。表格中先是括号 xv 括号乘2，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乘几表示括号里的针法重复几次。先是一个短针，接着是一个短针加针，一组针法完成。我再演示一组，先是一个短针，接着左侧针目上勾一个短针加针。第2组针法完成，接着勾对应数量的短针，一直勾到左侧短针加针前。接着按照先勾一个短针，再勾一个短针加针的规律重复4次。完成后，左侧依次勾对应数量的短针，一直勾到左侧短针加针前。最后按照先勾一个短针，再勾一个短针加针的规律重复2次。最后与第1针引拔连接，这样第3圈完成。后面剩余圈数针法前面都演示过，大家按照图解勾完即可，一直勾完第8圈。注意
每一圈开始前，先勾一个锁针起立，然后翻面，勾表格中针法。一圈完成后，与第一针引拔连接，我这里已经提前勾好了。下面来勾第9圈，这一圈是不加不减勾短针，先勾一个锁针起立，然后翻面，然后挑下方针目，一针对应一针勾短针，总针数与上一圈相同。这样第9圈完成。一区后面剩余圈数，大家就按照图解勾织。注意会遇到一个新针法，下面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新针法 A 短针减针的钩织方法。钩针先穿入左侧针目，将线勾出，再穿入相邻针目，将线勾出。现在钩针上有3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这样短针减针就完成了。一区的新针法就讲完了，这样一区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一区完成后不断线。下面来钩2区，就是前后片。前面这片接着一区不断线继续钩织，后面这片是需要重新接线钩织。钩针穿入没断线的线圈，立一个锁针起立，翻面，左侧空一针不钩，在下一针上钩一个短针减针，完成后，继续在左侧针目上对照图解钩对应数量的短针。完成后，钩一个短针减针，左侧空一针不钩，然后后面针目暂时不钩织，这样2区第1行完成。继续钩第2行，立一个锁针起立，翻面，先钩一个短针减针，接着钩对应数量的短针，一直钩到还剩2个针目。完成后，钩一个短针减针，这样第2行完成。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这片是不是大致居中？是沿着起针对折观察，如果不是，就将这部分的针法向左或者向右移动几针，移动2针以上，就将一区钩一个锁针固定，
结尾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然后在对应位置接线钩织即可。后面剩余行数，大家就按照前面的演示对照图解钩织对应针法，我这里已经提前钩好了。最后钩一个锁针固定，结尾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这样前面这片部分就钩好了，接着钩后面这片。二区第一行的正面对着自己，从第一行最后这个短针减针，左侧第二针上接线。立一个锁针起立，翻面，在左侧钩一个短针减针。注意，接线位置不算一针，空掉这针不钩。后面按照图解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完成后，钩一个短针减针，最后空一针，这样第一行完成。后面大家就按照前面这片的图解钩完后面这片，最后断线，这样二区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主体完成后，下面学习叶子，也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先来回往返绕圈钩织，再来回往返片钩，完成后在上面钩织锁针装饰，并进行组装。请看演示。大家先按照一区的钩织方法，对照图解钩织对应针法，一直钩完前5圈。我这里已经钩好了，下面来钩第6行，拉到线圈，将织物从线圈中穿过，稍微拉紧，从右往左找到第5针，从这针将线钩出，需要先翻面，从反面钩出。注意渡的线不要拉得太紧。接着立一个锁针起立，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左侧针目依次钩2个短针，继续按照图解钩对应针法，一直钩到表格中 BLO 前。现在来到了这个位置 ，BLO 表示后半针，也就是说后面的针法都是挑远离自己的那根线钩织。
先对照图解勾对应数量的短针。完成后，空一针，各一个短针减针，注意是挑后半针钩织。最后不与第一针引拔连接，这样第6行完成。前面这里会形成这样一根根的度线。下面来钩第7行，立2个锁针起立，不算1针，翻面。下方第1个短针减针空掉不钩，左侧针目上钩一个短针减针。接着按照图解钩对应针法，一直钩到表格中 R25剩余半针前。现在来到了这个位置，挑第5圈剩余的半针，依次钩短针，一直钩到还剩5针前。从正面找一下，这个是减针，前面这一针就是挑半针的第1针。完成后，空一针，钩一个短针减针，最后空2针不钩，这样第7行完成。第8行和第9行针法前面都演示过，每一行都是先钩2个锁针起立，然后翻面钩织，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我这里已经提前钩好了。下面来钩第10行，立2个锁针起立，翻面，先对照图解钩对应针法，一直钩完表格中标红前。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位置，空一针，后面是 XT 并1，是指钩一个短针和一个中长针的减针。先在左侧针目钩一个短针的未完成针，接着下一个针目上钩一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钩针绕线1圈，穿入，绕线钩出，这样一个中长针的未完成针完成。最后绕线一次钩出，这样 XT 并1就完成了，这样第10行就完成了。后面剩余行数大家就按照图解钩对应针法，完成后结尾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并藏好线头。接着在叶子下面组装流苏，先取出流苏，在流苏上涂一点胶水固定。
注意胶水痕迹不要太明显，可以压一压。接着开始安装，沿着起针位置固定在第二圈和第一圈这条延长线上，大致均匀分配。先剪一根30厘米的金线，穿入小流苏上的铁圈中，然后金线对折，穿入一颗透明车轮珠，一颗木质珠子，一颗车轮珠，穿过叶子对应位置，分出一根，再穿一下，固定线头，接着将线头藏一下，这样一个流苏就组装好了。大家再制作2个。并安装好。
下面制作锁针装饰并进行安装。第一条是安装在最后一行这条横线上，第二条距离最后一行5行左右，第三条就挨着第二条，第四条距离第三条大概4行的距离，第5条就挨着第4条，边钩锁针边进行比对。到达长度后就断线。先将两端进行固定。大家多藏几针。锁针正面朝上，慢慢进行调整。用胶水先将后方这里固定好，等干透后，再沿着边缘将这里固定好。最后再将这一端的线头打结固定，并藏好。第一条、第二条、第4条制作方法相同。第3条和第5条的制作方法相同。我演示一下第5条的制作方法。先按照顺序穿入珠子，我们从
右侧往左侧绕圈穿入珠子。开始预留一点线头，接着开始钩锁针，边钩边比对。如果长度合适，就拉大线圈，将锁针从线圈中穿过，然后将珠子放在此处，又重新开始钩锁针。也是边钩边比对，大家钩到合适的长度，接着开始粘在第4条下方，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锁针装饰完成并安装好。为了固定牢固，可以再剪一根同色线抽取一股，随便缝合几针固定牢固。这样锁针装饰就讲完了。这样叶子就讲完了，先放一旁备用。下面学习配饰，分为腮红、爱心、胡萝卜、耳朵、眼睛、鼻子、手。先学习腮红，采用环形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完成后在上面粘出弧度。请看演示，取出线材，环形起针，起针完成后，接着钩第1圈，立一个锁针起立，在起针的线圈里钩10个短针，完成后拉紧起针的线头，收紧织片中心，与第1针引拔连接，这样第1圈完成，接着钩第2圈，立一个锁针起立，在下方每个针目上各钩一个短针加针。最后一个短针完成后，不与第1针引拔连接，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断线。穿入缝针，先从第1针针目上穿过，
也可以从第二针上穿过。我这里从第一针上穿过。再穿回最后一针的前半针，接着对照图纸，剪一根对应颜色的线，大约30厘米，抽取其中一股，在反面粘出弧度，这样一个腮红就讲完了。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再制作一个，注意另一个腮红是抽取2根线，然后粘出弧度，完成后放一旁备用。这样腮红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下面学习爱心，采用滑线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 F 长针、T 中长针，请看演示。取出线材，环形起针，接着立2个锁针起立，然后在起针的线圈里钩5个中长针，一个锁针，一个长针，一个锁针，5个中长针，2个锁针，一个引拔针，接着收紧线圈，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断线。这样一个爱心就完成了。大家将起针的线头藏一下，然后按照这样的方法再钩一个爱心，然后放一旁备用。下面学习胡萝卜，分为主体叶子1和叶子2。主体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逆时针绕圈钩织，叶子1和叶子2是在主体上接线钩织。用到的新针法有 TV 中长针加针，请看演示。先讲主体，
主体起针和第一圈，大家就按照图解钩织即可。我这里已经提前钩好了，接着钩第二圈，立一个锁针起立，引拔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加针，左侧依次钩一个短针，3个中长针，5个中长针加针。中长针加针就是在同一位置上钩2个中长针，这样1个中长针加针完成，继续完成剩下4个中长针加针。后面依次钩3个中长针，1个短针，1个短针加针，按照腮红的收针方法进行收针。这样主体就讲完了，下面来钩叶子，找到主体第11针，这是收针形成的2根线，这是第1针，从这针开始接线，立3个锁针起立，接线位置钩一个中长针加针，完成后，在左侧针目上挑后半针钩一个中长针加针，前面还剩1根线，下一个针目上钩一个中长针加针，3个锁针，1个引拔针，钩在刚才钩中长针加针的同一位置，直接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这样叶子1就钩好了，下面来钩叶子2，挑刚才第12针剩余的半针接线，在这针上先钩4个锁针，同一位置上钩一个长针，4个锁针，1个引拔针，最后也直接断线，并藏好线头。
在叶子2反面涂一点胶水，固定。这样叶子2就完成了，先放一旁备用。下面制作剩余配饰并安装所有配饰。耳朵和手大家直接按照图解钩织即可。完成后，下面来安装。先取出主体，放在叶子里面，安装在一起。先将底部缝合一圈，在缝合之前，我们先用线临时固定。找到第4圈，这是引拔针痕迹。这是第5圈第2次的加针位置，从入针位置固定线头。往左找到加针位置右侧第3个短针，再往左找到左侧这个加针位置，再往左找到第1个加针右侧第3个短针位置，叶子也是同样找到这4个点。这是引拔针痕迹位置。完成后，像这样拐角就是一针对应一针缝合，这样中间位置因为不是一针对应一针，叶子上面和下面就可以空掉一针不缝合，然后与主体一针对应一针缝合。剪一根叶子颜色的线，我们先在反面固定线头，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缝合。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这一圈缝完，注意这两侧上下位置都要空掉一针。这样就缝完了。取下临时固定的线，完成后打结固定。里面大概是这样子的，外面因为用的同色线，所以没有缝合痕迹。这样底部就缝好了。完成后，将叶子边缘与主体用线临时固定，叶子后面与主体倒数第12圈对齐。接着沿着叶子边缘与主体固定好。大家可以多固定几个点，固定好后可以看一下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就可以稍微调整调整，使它好看即可。固定好后，接着先缝合手，注意有一点点位置是缝在叶子里面，大家按照成品图位置放置。注意右手这里因为要抱住胡萝卜，所以右手的前端先不缝合。
我们先在手的反面沾一点胶水，让它固定在织片上，方便缝合。这样一只手就缝好了。这只手前端位置不缝合，只缝合后端，大家将它缝好。接着缝合叶子和主体。是挑主体表面的几根线和叶子反面几根线缝合。注意，叶子后面大约11厘米的位置不缝合。也可以直接这样穿。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沿着这个边缘缝完。
这后面可以用来放一些卡片之类的。完成后，打结藏线。这样叶子和主体就缝好了。这里大家也可以用线缝合几针，或者不缝也可以。然后取出胡萝卜，缝在两手之间，右手压住一点胡萝卜，反面用胶水固定。然后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随便固定几针，只要固定牢固不掉即可。将右手反面也涂一点胶水，固定牢固。接着取出腮红，反面朝上，距离包口11行。腮红之间间隔4厘米，大概8针。缝合方法与主体和叶子缝合方法相同，大家将它缝好。也可以用胶水粘。接着剪一根60厘米的线，在倒数第12行和第13行之间缝合鼻子。先横向缝合几条线，占据3到4针。在竖向缝合1条线，占据2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缝合方法，位置不做参考。先在反面固定线头，完成后藏好线头。接着在倒数第12行和第13行上绣制眼睛，竖向绣制，大概挨着腮红，距离鼻子1针的位置。
剪一根线，抽取其中一股，穿入缝针，大家多绣几条线段，一直到达自己满意的效果。一侧眼睛绣好后，绣另一侧。这样，眼睛和鼻子的制作方法就讲完了。最后，在包口位置缝合耳朵，捏扁缝合。缝合之前，先将爱心粘在上面。接着可以用线固定几针，不掉即可。多余的线藏进耳朵里面。接着将耳朵缝在包包上，两只耳朵是挨着缝合的。一只耳朵缝好后，缝合另一只。这样耳朵的缝合方法就讲完了，这样配饰也就讲完了。下面在开口处缝合拉链，先剪一根60厘米主体颜色的线，抽取其中一股，穿入缝针，末尾打结，开始缝合。注意，拉链这一侧的正面朝上，另一面是反面。下面我提供一个缝合方法，
大家先看演示，再进行缝合。将开口对着自己，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选择将拉链头放在哪一端。将拉链的下指位置放在开口的一侧。注意拉链头朝上，位置不要反了。可以先比对一下拉链的长度，拉链的两端预留的长度可以大概相同。将下指位置与开口固定一下。固定时注意，表面尽量不要露出线迹。多缝几次固定。多出的下指位置也可以缝几针固定。下指固定好后，将拉链拉开。将开口边缘与拉链链带大致对齐。接着开始缝合拉链一侧的布带。挑主体钩边针目位置缝合。将线稍微拉紧，让表面不要露出缝合痕迹。尽量缝得密一些，使其更加牢固。注意边缝边调整拉链与织片。
保证拉链的链齿与织物边缘对应，同时开口保持平整，织物不要外扩或内收。大家按照这种方法继续缝合。结尾多缝一次固定。缝到另一侧位置，拉好拉链。将2个上指与织物缝几针固定。注意，拉链中心要与碰触的位置对齐，拉链头在外侧，不要缝合进去。固定好后，多余的拉链可以与织物再稍微固定一下，或者将多余的部分预留一点距离剪掉，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确定即可。如果线头还比较长，可以返回再缝一遍，使其更加牢固。完成后，将线头打结收好。这样一侧拉链就固定好了。另一侧的缝合方法一样，注意边缝边将拉链拉上，调整位置，防止拉链两部分缝歪。同时注意织物不要外扩或内收，保持齐整。大家将其完成。大家看，这个就是小样拉链缝合完成后的样子。这样拉链缝合就讲完了。下面学习包带，也是采用锁针起针的方式来回往返钩织。第一行完成后，不与第一针引拔连接，直接翻遍钩织第二行。大家先按照图解钩完前2行，注意起针时锁针不要钩得太紧，以免后面不太好钩。我这里已经提前钩好了，
起针数较少，只演示方法，起针数不做参考。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接着钩第3行，取出新线，织片翻面，上一行最后一针上接线，立一个锁针起立，同一位置上钩一个短针，下一针也是短针，试挑左侧第4针的入针位置钩织，1、2、3、4，也就是这里。完成后，钩短针时拉至与右侧大致齐平的高度。完成后，在第3针上钩一个短针，注意，这后面的2根线不包裹住钩织。下一针返回来，挑第2针的入针位置钩短针，也就是这里。除了第1针，我们将这样钩织的3个短针看作一组，后面就是重复这一组。右侧第3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第2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第3个短针的入针位置是上一组第1个短针的入针位置。这样第2组完成。我再演示一组，左侧第3针的入针位置钩一个短针，返回来第2针针目上钩一个短针，第3针钩在上一组第1针的入针位置。这样第3组完成。
后面就是重复这一组，一直勾完这一行。这样，第3行完成，结尾预留10厘米线头断线，并藏好线头。下面来钩第4行，取出线材。找到第3行的第1针针目，从这里开始接线。在上一行的针目上不加不减钩短针。结尾预留30厘米线头，用于缝合。下面取出包包和低字扣，低字扣安装在包包两侧，另剪一根30厘米的线头缝合低字扣。固定好后，将包带一端放进低字扣当中。
并弯折2厘米处，将包带缝好，固定牢固。这样一侧就缝好了，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另一侧也缝好。接着取出彩绳，5根线合并成1根线钩织，钩锁针，开始预留约10厘米线头，大致钩25厘米的长度。完成后，在低字扣上打一个蝴蝶结。两端分别缝1颗绒球，末端涂一点胶水固定。打结处也涂一点胶水固定。不掉即可。另一端也要缝1颗绒球。缝完后，到这里整个包包就全部讲完了。如果大家在钩织的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苏苏姐家一针一线，享受生活乐趣。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集再见。